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杰瑞。今年纽约植物园1年1届的兰花展已经开始了，据说已经是第20届了。很机缘巧合的，这次我刚好刷到了它的设计师 Lily Kwong 在社交平台上的推广，于是就决定去看一看。Lily 呢有一半的中国血统，而这次的兰花展也正是她追根溯源，以中国山水画为灵感启发而创作的。上个周末呢，我们就去饱了个眼福。你们也知道啊，这个冬天我在成都家里拥有了第1、2盆的文心兰，这一次又去猛吸了一下午，应该是成千上万颗兰花了。到最后我俩真的是逛到眼花缭乱，甚至审美疲劳了。回家之后呢，我又跟着植物园所提供的免费的自导游览的 APP复习了一下常见的兰花种类，配上现场看到的花花呢，它们分别是家庭园艺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养殖，品种培育也最广泛的蝴蝶兰 Phalaenopsis。 这次展览的2组大型焦点装置几乎都是由蝴蝶兰组成的。第二类呢，特征非常清晰的仙女兰 Haphiopedilum， 开始只是觉得它长得有点像猪笼草，后来意识到啊，仙女的拖鞋这几年在人间也很流行呢。第3类是有着最稀有蓝色花的万代兰 Vanda， 老朋友肯定都懂了，这颜色直接戳到我。还有它节节攀升的人字形叶片结构也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。第4类便是中药瑰宝石斛兰 Dendrobium， 最近刚好看了滇西小哥的那期云南中药采摘特辑，里面就有野外采摘石斛和如何药用的镜头。这次在纽约植物园的温室里再次亲眼见到不同种类的石斛兰，太有趣了。第5类是应该香香的，但可惜现场并没有闻到的文心兰 Oncida， 小小一朵朵一串串，真的很符合它的英文俗名，灵动而俏丽。这些展出的品类花纹也更惹眼，当然我还是对我自己成都家里的那2颗情有独钟了。第6类是貌似只看到了1株的小清新卡特兰 Cattleya， 同样是不负它的英文俗名，感觉就想随便摘一朵别在身上，感觉就会很漂亮。第7类压轴，虽然数量也不多，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国风蕙兰 Cymbidium， 亲眼见到它，再跟别的品种对比，就理解了为什么古人会形容美好的女子兰心蕙质。另外快来2个加餐。翻照片的时候，我还找到了一颗微型兰，比文心兰更迷你的一串串小花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很容易就错过的兰花。还有翻看往届的兰花展资料，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吃的香草 Vanilla 就来自于香草兰的果实，是不是很惊喜？好了，这样每个品类拎出来之后，它们之间的特征区别还是蛮明显的，有没有？今年的兰花展呢，会一直持续到4月底，想实地吸花的朋友们呢，还有很多机会。那不能来到的小伙伴呢，就随我的镜头来简单欣赏一下吧。